哇哦，这个画面呢，这是没有很久没出现，而且这是全新组合，没错，全新组合，因为多半一支都跟谁拍比较多？应该是跟博君吧，博君嘛，对不对？不然就是老板嘛，对不对？或者是豪哥，或是豪哥。对，那一支今天跟帅哥一组，好不好？你要讲今天星期六，因为不然我会被老板 challenge。为什么你这个时间在这边？对，今天特别是星期六的时间，好，我们热情的朋友到现场来试香，顺便拍一下。没错，这一支介绍一下。这支其实我还是不会念这个牌子，但它叫做双生薄荷。双生薄荷，对，没错，鼎鼎大。对，这一支的名字啦，这支香水的名字，没错，对啊，牌子叫 Miller。我会念，巴拉巴拉巴拉，老板英文比较好。没有，我现在我也一直都没有在念这个，我就念 Miller， 嘿，就这样子。Miller 牌，对，但是它会跟 Miller Harris 混在一起，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不同的牌子。对，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对 ，Miller Day Botox， 如果硬要念了，对 ，Botox 大约，好，大约，那就随便听听就好了。对。但是为什么今天我特别选这一支呢？因为我跟我们这个放在这里试香很久，对不对？可是我一直都没有闻。但是我每一天在叫订单的时候，某某几支，然后雅虎几支，双生薄荷，全部都在喊上，我就开始对它产生好奇心了。为什么那么多？对，魅力，它到底怎么样厉害？那我今天正好要出货给我们的社员的时候，我非常谢谢他出货前借我们牌。真的感谢。那这一支我试了一下，一定要找你们来拍一下。怎么说？我觉得它很清新呢，就是你知道那个薄荷味，再加上一些花香味，哇，我觉得我置身森林呢。因为我有朋友说啊，他说要找薄荷，很多人第一个会问他。对，因为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网络搜寻薄荷空格香水，它是很前面的选项。对，是，意思是说在我们整个网络的风气来讲，它算是薄荷界前几名的。了解。OK， 那一支对它的了解有多少？我对他的了解就是他当初刚进台湾的时候，我收到了试香。对啊，就试过了，就这样。OK，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薄荷但是它这个牌子真的给我就是印象蛮深刻的，它每一支就是都蛮厉害的，然后重点是它的价格真的是经济实惠，CP 值高，对，CP 值非常的高，所以当初确实有考虑要买他们家的品相，对其他的品相，对，但是这支的话就是这支薄荷还不错，对，但是因为没有到我很喜欢薄荷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在我的清单内。OK， 好，那但是以晨有入手了，对不对？我还没，你还没？对，那你们来拍什么？我不是来帮他们吃了，我就来试香了，开玩笑了。对了，没有入手最客观，没有入手最客观。然后喷完之后看会不会自己想要入手，好不好？来，尤其夏天了，对不对？试试看。我刚刚这边有先喷了，对不？我们要在镜头前，这样才表示是真的有。现在是一个是比较前调的。好。那我们有朋友说他这个压头没有很好按，对不对？而且出水量比较大，比较大一点。对，你们有这种感觉吗？相对某些品牌相对的，因为毕竟它 CP 值高嘛。对啊，有一些牌子它的喷头就做的雾化效果是比较强，那这家的话，它的雾化效果就没到这么对，是，而且可能会按下去也比较咻咻这样子的感觉，没有那么 smooth， 对，没有咻这样子所以习惯那个很雾化的人就不要太介意。了解，对，没关系，我们在意的是它的内容物，是，对不对？好，那我们回头说一下现在前调这味道。前调这个薄荷，一般来讲啊，就是你如果跟我讲薄荷，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当然会是像，比如说牙膏，或是那个好来嘛，是不是？对。或者是有一个东西我最近很需要的是口香糖我开车无聊就吃一个口香糖。是，对。那你觉得这味道有像吗？我觉得当然有薄荷
就很容易联想到它。可是它多了一个花香在里面。对，没有错。对，来，我们先让医师讲一下，一直那这一支的前调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薄荷叶啊，没有啊，它很像那个，就是如果大家在家里有种那个薄荷小盆栽，你想要把它摘下来入菜啊，或是你想要把它剥下来做杯那个 Mojito 的时候，那个捏下来的那个瞬间，因为它就会带一点薄荷的汁液，有一点青草感，但是因为薄荷的个性就很明显嘛，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薄荷，但是它带一点草味的那种土感汁液的感觉，是，OK，非常真的非常像，对，有画面感。那我讲一下好了，好，因为我去年开始玩一些花花草草，那外面的花花草草，没有，植物的哦，种在盆栽里。谢谢你帮我补了这一句，对，要讲清楚。哦，这个我就实际有买过薄荷，我还光薄荷我还买了3种品种。哦，那我当然自然对薄荷就特别有研究。薄荷是非常需要水分跟阴凉潮湿的土壤，对，好，因为你水一养不够，它就大概很快就枯给你看了，对，那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也可以截枝移植，还有这个特色，所以如果你前面枯掉，你可以中间截断，把新鲜的另外插盆，对，它会一样在生。香草都有这个特色，是，好，那我来把这个摘薄荷的时候加在饮料里面，我还加到啤酒里面，我告诉你。这一支的味道，如果说它薄荷非常的写实的话，那就不新鲜了，因为谁都闻得过。你刷这个好来牙膏，你也闻到薄荷啊，对不对？你干嘛买这一支？但是我觉得这一支它的特色就是它带的花香，让你觉得薄荷又有一点不同元素在里面哦。真的，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为之惊艳的地方。那问一下以晨，如果这一支双生薄荷，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这个我觉得很适合雨天呢。像今天这样子，像今天这样，雨超大，有那种天雨真的蛮大。那你这样不会更加的？不是，就是说潮湿感。因为这个薄荷带给我的感觉，其实我的印象是比较绿感啊，对，就是森林啊之类的感觉。对，那不是说雨天或是什么日出不太能用，而是说雨天给我的感觉会让我就是比较有朝气因为雨天起床，雨天起床就已经懒懒的了，不想上班了，你还用一个太 chill 的，你就不会想出门了。对，是，就是用这个让我有点活力，心情反差的，对，没错。OK， 好，是了，是，对 ，OK。那如果喷这一支，穿着你会怎么样的打扮呢？我觉得它其实不太挑但是如果硬要我讲的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短裤短袖，就是清清凉凉、舒舒服服。OK， 就有点像肥猫平常的装扮。对，你可不可以举好一点的例子？豪哥，对，豪哥，还是要再换一个？真的吗？对，那我请问一下，短袖短裤嘛，对不对？那对于腿毛太长这种，会不会？腿毛，我在讲博君，我刚刚也是想到这个啦，对，就是性感嘛，对不对？对 ，OK， 性感。好，因为他给我的是一个洁净感，就是白白净净，短袖短裤的感觉啦，跟你挺类似的。真的吗？对，我都长袖长裤，下次你试试看。OK， 好，没有，我会觉得他应该太白了。他应该是你要不要来找我玩个水晒一下？我最近没得练，下雨我就变白了。对啊，下雨天困扰。对，因为一直有在玩那个水上活动。好，那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这支就是非正式场合我都会用它。对，然后基本上啦，我出去玩，就是去水上，对，去水上的时候我是不喷香水的，对，因为反正都要下去了，都会吃，对，就是下去就没了的，所以我不太用香水。但是这一支的话，会让我选择就是，好像出门的时候喷一点是 OK 的，就是下水就是对 OK， 对，但这个清凉感就是蛮适合，就是阳光海滩。对，就蛮适合的。了解，所以穿着的话，你是阳光海滩的感觉，对不对？比基尼，好 ，OK。那
我的话，我觉得刚刚一支的画面让我联想到，我觉得如果你在水上活动之后，你不是会清洗嘛、洗涤嘛，对不对？例如去沙滩，你会把沙子冲一冲，把这个黏黏的海水冲掉，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其实最舒服的时候，对不对？刚洗好澡的时候。对。那如果你在那个时刻再喷上了这一支双生薄荷，哇，凉凉的，凉爽。你可以朋友帮你开车，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了，就这么的舒服了。舒眠吗？肥猫吗？对不对？我刚刚其实这味道是真的很舒适。是啊，对，哦，OK， 好，那我们前调先留到这边。对 ，OK， 我觉得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实在是太合适这一次了，对吧？真的没错，对不对？非常贴切。那我们回头看看它的后调有没有什么变化。待会见，拜拜，拜拜。好，双生薄荷，镜头先走一下。你很有感觉，我很有感觉，很有感觉。双生薄荷，你知道我现在后调是什么吗？你们有没有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开车去阳明山上，然后因为阳明山上天上面的天气变化更大，对，云雾下雨，如果又起雾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现在这个味道。哦，这么厉害，就是带着泥土味、花香、泥土湿的，对，湿湿的、雾雾的，对，然后进入了迷境。对，可是那个又凉凉的，那个雾是山岚，对不对？是，嘿，那整个呈现出来山上的那种干净空气的，然后包含这个山岚，下雨，是，对不对？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整个好像重新活过来，非常新鲜 ，refresh 的这种感觉，真的 refresh，哇，来，所以你身上应该比较没有薄荷味了吧？我现在其实有点像野姜花。我现在身上是我自己是没有那个牙膏缩水的，对，没有了，早就没有，是变成是变绿感哦，对，就没有说那个薄荷凉爽的部分了，对，但是它转变成了绿感，反而陪衬这个花香。是，原本是薄荷是主角，对，那到中后调之后，薄荷退场，变成了绿叶，是陪伴那个花香，哇。非常棒，等于是这个薄荷退居幕后，把这个花香拖出来，对，把它 push 出来。哇，你形容的真好。OK， 好，那一支嘞，这一支的后调给你什么感觉？就是它就是反正因为凉感就是退掉了嘛。对，然后我是觉得它的泥土味就是稍微被带出来。对，然后对有。应该会有一些人就是在疑惑它跟那个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哦，对，会吗？就是应该会有些人会在疑惑这两支的差别在哪，对，就是比较没有接触的人，是，对，那一支也是薄荷调嘛，对不对？那支就是Mojito，对，那很多人也有薄荷，那这支也是薄荷，那大家会疑惑这两支的差别在哪？是，其实就是一个走的后调是走果香，一个是走花香，那它就是走花香。哦，谢谢老师解说，所以就是看你喜欢是哪一种。比较重，对，那你可以去留在身上，想要留什么吗？对。那这两支的价位其实差不多，对，就是同样 CP 值很高。那如果你只能选一支的话，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对，以后调作为考量了。哦，对，因为后调留最久了。前调都蛮像的，就是那个薄荷感会比较重。那这个的话，就是后面的花香感会比较重。是，我讲的真好。这样讲我才熊想起来，对，有这个比较。对，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录影片，一个人讲跟两个人讲跟三个人讲完全不一样。三人成虎。对，我们三个人就很像彼此在讨论，你所知道的端出来，你所知道的，成为大交流。对，我今天就在你们身上就又学到新的想法了。原来是后调果香跟花香的差别，你要的是哪一种？对，来做选择哦。OK， 选择不同嘛，是啊，或者是两支一起带也很好啊。对啊，没错。来，那我们来给他一个分数一下，这一支你们会把它定在什么调？这一支哦，应该是比较偏绿感的花香，绿感花香调。对，我也是这么的觉得。对，那对啦，就是对啊，就是绿感花香。我有点不确定它有没有西普
应该我觉得没有，应该没有到那个对，没有到那个范围，对，但是就是绿感 ，OK， 以学术性来讲，应该是就绿感，绿调花香 ，OK。那如果是这个调性的话，以晨你会给他0到10几分？我先讲我的问题点在于说，我不是个喷绿调的人哦，对，因为普遍啦，我不晓得这个品相，但普遍绿调比较不持香。哦，对，这是问题所在。那没办法，是香材特性。是，对，所以说我这样的条件下，我去排除我自己主观条件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有到9分。OK， 对，甚至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它的花香可以到9.5分。但是如果我今天的立场回来，就是回到我不使用绿调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7分。了解 ，OK。因为老实来说啊，我可能比较不会去喷它，是，或者是它会变成说我有一个基调的香水，比较厚重，再把它喷在外围，我会变这样的搭配。OK， 对，是我自己的状况是了解，就是说提供给如果你平常也使用比较厚重香水的人一个参考。对 ，OK， 好，相当的真诚了哈，没错。来，那一支嘞？评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可以给到9分。9分哦，意见一样，是。对，因为我是有绿调的香水啦，也会用，但是相对来讲，因为薄荷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香材，是，对，但是它整个的整体表现啊、价钱啊各种，我觉得它很值得9分这个。是 OK， 是主要是以这个方向啦。对，那会不会用在身上呢？会，绝对会。这支我绝对可以用，男生女生都适合。是，对，只是说看你个人会不会喜欢，就是薄荷这件事情。对，就是出场率的部分就看每个人啦，是不同。OK，好，那换我评了。好，老板你怎么觉得？我想这个因为是我自己喷了之后，我想要拍这一篇，所以自然一定。那我先问一下，你平常会用绿感的？会，其实我喜欢绿调。哦，所以像那个对，花香跟跟那个绿感我都很喜欢。那因为我不是木质挂啦，是，所以这一款呢，我就特别想要请你帮我签收一下这边，已经有送货来了哈。好，那因为我像那个什么 FM 里有一个Jungle 啊，我知道你很爱 Jungle。对啊，那里面有4种叶子糅合在一起，哇，我就超级喜欢。所以那特别对于这一个双生薄荷，它的薄荷带出来的清新，那特别后调就是我刚刚描述的，很像上了阳明山独自一个人，窗户全部摇下来，然后外面下着雨，然后这个山岚云雾一起融合在一起，那个清新的雨水的味道，我给它非常高的评价，我给它9.9分，9.9分，9.9分，接近满分，几乎要满分。那为什么少那0点？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老实讲，它的持香是个问题。是啊，好，因为绿调就很像柑橘调，本身的调性，对的，没办法。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绿调型的香水，你真的不能要求它的持香这件事情，真的不行。对，再怎么好的香材，或者是用再多的浓度再高的。基本上绿调你要它持香真的是太为难它，是，对，你就干脆分装个带在身上，一直随时补啦，对，这点是没办法，香材本身的特性，对，它特性就是这样，是 OK。所以我们今天综合大家的我们3个人的想法，来跟你分享这一支双生薄荷，没错。好，希望你会对这一支有更好的认识，没错。那我觉得非常值得入手啦，因为它不管价位啦，对，好，来试试看老板说的这个意境像不像？对啊，对 ，OK， 谢谢2位，一支以晨，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下一支见喽，好，好的，拜拜，拜拜。